在母亲的葬礼上，我见到了一个男人，他一身黑衣，手持长伞，相貌英俊。我对他一见钟情，可这之后他再没有出现过。后来在姐姐的葬礼上，我又一次见到了他。我观察着角落里的那个男人，他五官深邃，眼眸深沉，浅金色的头发梳着齐整，穿着黑色呢子大衣，手持一把黑色长伞，仿佛与整个世界都隔绝开来。这是个无论哪里都很符合我审美的男人。我的原则一向是想要就去追，于是我没有犹豫地走上前，向他搭话。你好。他转过头，那双深沉的眸子看向我，没有说话。我冲他笑了笑，又见到你了。在5年前母亲的葬礼上，我见过他一面，他也是像今天一样，穿着一身黑色呢子大衣，手持长伞。不过唯一和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和他搭话的人是我姐姐。从小我们姐妹俩就很像，无论喜欢的还是讨厌的。那一次，我只比她慢了一步，就失去了搭讪这个男人的机会。如今时过境迁，那个和我喜好一致的女人已经躺在了棺材里，再也不能阻碍我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眼中笑意更深，故意拨了拨耳畔的长发，问道：你是姐姐的朋友吗？他开始上下打量我，目光中带着审视，注意到我脖子的时候顿了一下，才回道：你看起来很高兴。有吗？他去世了。是啊，他死了。我轻笑着，再度撩了一下头发。我很遗憾，没人与我分享母亲留下的遗产。男人皱紧眉，又不说话了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不是，只是认识而已。这样啊，那留个联系方式怎么样？我如愿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。对此我非常满意，甚至快乐地在原地转了个圈，完全不顾及葬礼上其他人的侧目。其实我也不在乎，所有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我讨厌我那个姐姐，而她也同样讨厌我。葬礼结束后，我躺回大床上，拿着手机，在聊天框内输入了几个字，点击了发送。在干嘛？没有回复。我并不气馁，继续输入。我好无聊，想你了，半日不见如隔三秋，见一面怎么样？你不见我，我就去找你。好吧，其实我找不到你。在我锲而不舍地又发了10几条消息后，终于对面发来了一条回复：明晚11点，公园西侧门。我再次笑了起来，这真是个美好甜蜜的开头。给自己画了一副最精致妆，看着镜子里苍白的脸孔和黑色的眼线，我不禁感慨，世间怎么会有我这样好看的人呢？换上黑色的鱼尾长裙，我踩着高跟鞋出了门。一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，我兴奋得止不住颤抖。等我到了预定的地点时，时间刚刚好，可他并没有出现。夜晚的公园很黑，尤其是向来没什么人，最近还在整修的西侧门，我摸了摸手臂，皮肤表层已经起了一片小疙瘩。让一位女士等这么久，可真不是个绅士的做法。暗自嘀咕了一句。一阵冷风吹过，头顶的灯泡晃动了起来，昏暗的光晕闪烁下，我注意到树林里有着什么东西也跟着晃悠了起来。抱着微妙的好奇心理，我走向树林。如今已至深秋，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，变得光秃秃的，怪瘆人的。这里已经是灯光触及不到的区域，我打开手机的电筒，照向前方。在视线重归光明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面前吊着一个女人，她脖子几乎被彻底斩断，猩红的血液浸透了绳索，顺着胸前的衣襟一滴滴地往下落着。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具尸体，阴冷肆虐的气息自我背后袭来。几乎同一时间，我转过身，尖利的砍刀近在咫尺，没有犹豫地上前一步，脖子已经贴上了他的刀口。我抬起手，抚摸上他的脸，迷恋地看着那双吸引我的绿色眼眸，微笑道：来，杀了我吧。刺痛自脖颈处传来，有着什么也随之流出，空气中的血腥味愈发浓重，让我分不清是那具尸体还是我的。还不够，我再次上前一步，想要让痛意加深，可他也随之退后，手上的力道收了几分，眼中透着些不理解。不动手吗？我没有动作，
只是歪头看着他，唇角的笑意更欢了点。你……他话还未说尽，就听到不远处有人声传来。这个时间，估计是听到都市杀人魔传闻来探险的小年轻。没等我反应，男人就收回刀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跟我走。好的，我乖巧应声，顺着他的方向往出口走去，然后上了一辆黑色的车。临关车门的时候，我似乎听到了远处有尖叫声传来。遇到这件事，大概会给那帮小年轻们留下心理阴影吧。我小小的同情了一下，然后继续盯着男人，笑着问：这算是约会吗？他没有回话，只是车开得更快了些。至少要告诉我你的名字吧，杀人犯先生。我并不气馁，继续调侃地问着，而过了很久他才给了答复：希尔。这可真是个好名字。苏然。我转头看向窗外飞速闪过的霓虹灯光，漫不经心地道：我叫苏然，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。车子一路向南，周边绚丽的彩色洪流渐渐消逝，转而变作了另外一种色彩，颓废、破败、污浊中带着绝望的生机。下城区，这个被整个城市都视作污点、被舍弃于繁华之外的地带，同时也是黑帮、混混与流浪者们的聚集地。我26年的人生里，还是第一次来这里。等到了一栋小楼的时候，希尔把我带下车，依旧是抓着手腕的姿态拽着我上了楼。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，我又不会真的跑。推开门，希尔没理我就径直去了里屋，而我站在客厅，挑剔地打量着这间破败的小屋子，对这个杀人魔的生活环境又有了新的考量。没一会儿，他又出来，将一个小药箱扔在桌子上。稀缺资源，省着点用。脖子上的血迹早就干了，我倒是更好奇他准备出门去做什么。不带我一起去吗？你会添乱。我以为你至少会好好看守自己的人质，等你能跑出下城区再说吧。希尔没等我回复，就关上门走了。我轻轻笑了起来。他说的没错，下城区的确不是容易走出去的，我也不准备作死。不过短短几句话让我试探出了一点，短期内我可以跟在他身边了。继美好开端后，故事又有了个不错的延续，可喜可贺。直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，希尔回来了。与之前的光鲜亮丽不同，此时的他很是狼狈。那身黑色的长风衣破了大半，暗红色的鲜血正薄薄流出。他脱力地靠在沙发上，我露出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，拎着药箱坐了过去。没等我动手给人包扎，一只大手就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绿色的眸子像饿狼似的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苏然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眨了眨眼，装傻。你们姐妹用的同一个伎俩，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他的手心越攥越紧，我几乎喘不上气，但还是弯着嘴角，冲他艰难地露出一个笑容。那你觉得我会有什么目的呢？我猜这个笑一定很难看。为什么接近我？面对希尔的质问，我只是继续用饱含深情的目光，奉献似的柔声道：因为我喜欢你呀。脖梗处一松，他无力地垂下手。我半躺在沙发垫里，大口呼吸着，让空气重新填满我的肺部。这场生死间的胜利，我暂且胜过一局。就像所有俗套的电影剧情一样，我取得了他的信任。希尔依旧每天出门，不知道做了些什么，回来时都会带着新的伤痕。我则是负责给他清理与包扎伤口的医生，虽然这个医生完全没有行医资格。在处理完伤后，他会将我搂在怀里，闭上眼睛，陷入不知真假的睡眠。我们目前算什么关系呢？我没有问，也并不想问，只是贪婪地享受着这份美好的时光，因为它不会更久了。这天，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餐，天可怜见，外卖居然拒绝送到下城区，这让我不得不亲自动手。只是我的厨艺实在算不上优秀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糟糕。昨天的小肉干结局惨不忍睹。就在我磨刀霍霍向冻肉，准备继续实验做小肉干时，大门哐当一声被撞开，闯入者让这部分食材免于了被糟蹋的命运。希尔并不在家，他已经2天没回来了。
此时只有我一人应对这一切。还没等我想好摆个什么姿态，那群人就制住了我，一棍子就冲着后脑勺敲了下来。下手真狠，都不给人说话的机会。意识陷入黑暗之前，我莫名闪过一个可笑的想法：会给人质提供晚餐吗？当我在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是被绑在椅子上的。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我的正对面，他手里正攥着把刀，玩得还挺花哨的。我这样想着，那人见我醒来，问了个古怪的问题：你是谁？我歪了歪脑袋，笑出声：你们绑架了我，却不知道我是谁。小姐，我希望你能想清楚再说话。刀尖抵上我的脸，我非常明智地选择顺从对方。我是苏冉。苏冉是你什么人？她是我姐姐。你和希尔是什么关系？绑匪和人质。人质？你在说笑话吗？不理解他这副嘲讽的表情，我仍旧面不改色地道：如果你有过调查，那你应该知道我们是怎么相遇的。这时，一个像是中年人手下的家伙凑过去说了什么，就见他唇角讽刺的笑意更浓。看来你们的关系并不如你说的这么简单。中年人按了按手里的遥控器，投影屏就出现在我眼前。他来救你了。画面里，希尔还是一身黑色长风衣，脸色苍白，手持一把黑色雨伞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。他转过头看向这边，那双碧绿色眼眸一如既往的冰冷。我笑了笑，转头看向中年人，因为我说了我爱他。爱，仅仅一面，毕竟他长得实在是很符合我的口味。男人似乎被我的理由噎住了，许久才嘲笑了一句：你真是和你妈妈一样疯。过奖了。对于这个夸赞，我欣然接受。他没有再回话，时间的流逝在这种境况下显得格外漫长。我并不担忧什么，毕竟希尔已经来了，我相信他不管出于什么，都会选择救我。骤然响起的声音打破了这份令人窒息的沉默，希尔冷然的声色自音响那端传来：叶宵，放他走。被称为叶宵的中年人冷笑，拿起对讲机：你从组织里拿走的东西，不准备交还吗？先放他走，我再告诉你东西在哪里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不会食言。一个背叛组织的人，在我这里没有所谓的信誉可言。音响那端，我能听到希尔的呼吸凝滞了一瞬，又很快恢复正常。他们开始僵持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叶宵突然笑了，看来我们谁也不信谁，那要怎么办呢？不如就按组织的规矩来好了。还未等我细想所谓组织的规矩是什么，就被粗暴地解开绳子，拽起来拖走了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规矩还真是毫无新意。被绳索吊在高空的我这样想着，和我一样的倒霉蛋还有10来个，他们每个脸上都带着惊恐与绝望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像是被关在一个巨型观赏箱中的动物，底下是幽深不见底的池水，里面依稀可见还有机尾食人鱼游走。如此绝境下，无人可以逃脱。希尔就站在玻璃对面，还是那副冷漠厌世的样子，似乎永远不会变。我心里莫名升起一种念头，想要看到这个冷静自持的人彻底崩溃的一刻，应该会很有趣吧。就在我思想往逐渐危险的方向发展时，那个夜宵的声音在这个密闭空间内响起：需要我再为你介绍一遍规则吗，希尔？音色夹杂着电流，显得有些失真，让他那不算好听的声音更加令人厌烦。夜宵也没有等回复的意思，继续用那嘲弄着的语气道：每隔3分钟，所有人的绳子就会往下落，直到接触到水面为止。然后哈哈哈哈哈！刻意的停顿与大笑，使得其余人脸上恐慌愈发浓烈。等笑够了，男人才停了下来，接着道：而想要拯救他们呢，也很简单。看到你面前的按钮了吗？按下去就可以让里面随机一人的绳子断掉，只要有人死了，绳子就会停止下落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，自己逃走。希尔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夜宵说完这一切，又开始浮夸地大笑了起来，又是这种俗套的戏码。按照这个人恶劣的性格，随机什么的基本不用信，像我这种重要筹码，必然会在最后一个死。要是第一个就掉下去，那后面还玩了锤子。
而且不说别的，就希尔这种人，肯定也不是那种重视旁人性命的家伙。比如说，收割别人的生命就是他的本职，内心挣扎什么的根本不会存在。这种毫无乐趣的游戏，不知道玩起来有什么意义。或许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只是希尔拖延还情有可原，那个人又是为什么呢？我的思考并没有阻止时间的流逝。游戏开始了，绳索缓缓下落，距离水面越来越近，近到我都能看清里面食人鱼那尖利的牙齿。旁人已经有人吓得哭出了声，我瞥了一眼似乎在犹豫的希尔，内心无语。这种时候在那演什么呢？我被绑在身后的手指悄然捏住衣角的线头，这里巧妙连接着衣服的隐藏口袋，里面装了一些防身的东西，并不隐蔽。好在这群绑匪似乎并没有搜身的习惯，该说这么专业的组织也会有所纰漏吗？就在全员要葬身于口的时候，不知道在做什么的希尔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按下了手边的按钮。我旁边哭得最大声的女孩尖叫着掉入池水，还未等她扑腾，等待多时的食人鱼们一拥而上，本就清澈的池面将这段残忍的虐杀完整地呈现在了我的眼前。我听着她哭喊、惨叫、求饶，接着叫声越来越弱，没有血肉的白骨沉入湖底，独留嫣红的血色扩散在开来。吃的是真的干净啊，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处刑者。我毫无怜悯地想着，身后绳索将我往上拉。对于这个女孩的下场，我没什么感受。之前那个人不是说了吗？组织的规矩，能被规矩惩罚的，本就是组织里犯错的成员。既然大家都是注定会下地狱的恶魔，有什么可同情的？没等一会儿，我们又开始往下落。第二轮开始了，每次接近水面的时候，希尔就会按下按钮，也如之前一样的，都会有一个人掉落水中，被不知饥饱的食人鱼们分食。次数多了，我不禁开始想，这场无聊的闹剧要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最后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还没做好决定吗？希尔，那个令人厌烦的声音又开始了。再犹豫下去，你的女人要死了哦。玻璃对面的希尔看了我一眼，歉意，还是别的什么？我不太理解。还没等细想，爆炸的轰鸣声就淹没了这片区域，巨大的玻璃表面出现了裂纹。同一时间，他按下了那个按钮，我坠落进湖中，呛了几口水，光影交错间，有大片黑影朝我游来。会死在这里吗？那是不存在的。那群生物尖利的牙齿咬上皮肤的瞬间，我漠然地拽开线头，几块黑乎乎的东西就这么泡在水中。大约只几秒钟，咬合的力道就松了下来，效果不错。我无力地往下沉着，但唇角依然心情不错地上扬。我就说吧，我的厨艺真的惨不忍睹。等我醒来时，正躺在地上，身上的伤口也都已经被包扎好。扭头看向一旁，希尔正靠在墙壁边，闭着眼，也不知道睡没睡着。近看时，我才能看得出，他脸色惨白，眉宇间很是憔悴，仿佛几夜没休息好。我叹了口气，他仿佛有感应般的睁开眼，绿色的眸子里的脆弱一闪而逝，又重回了最初的冷漠。醒了，内心感叹着没能多看几眼，勾了勾唇。我笑着问他，这是哪？一个不会被找到的地方。看起来我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如他所言，肉眼皆是冰冷的金属制墙壁。我换了姿势，侧躺着，随口问，你为什么会来？我有别的目的，就你只是顺带。好吧，轻笑了声，我说道，能被你作为顺带，我也很高兴了。又陷入沉默，等了一会儿，我才听到他的疑问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这一次的气氛并不如之前剑弩拔张。我从地上坐了起来，靠近希尔，双手捧上他的脸，痴恋地看着那双绿色眼眸。因为我喜欢你啊，没等他反应，我就吻上了那张觊觎已久的唇。这一次他没有推开我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反手揽住我的腰，按住我的后脑，加深了这个吻。一吻结束，我们彼此分开，我摸到了他风衣下滑腻的痕迹，看了看指尖蹭到的嫣红，我摇摇头，
你伤口裂了。他失踪前一直在受伤，我并未忘记这点。给人重新包扎过后，我们靠在一起闲聊。虽然不太想问，但如今我们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坦诚点对接下来的行动都有利。希尔没回话，只是沉默地盯着眼前的空气。我也不等他，直接问道：希尔，你之前在做什么呢？又是沉默。他总是在沉默。对此我很有耐心，同他一道安静地盯着前方。不久，我听到希尔悠悠地开口：你听说过希尔集团吗？我当然听说过。大名鼎鼎的希尔集团曾是这个城市的主宰之一，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同为主宰的布里奇制药。可惜7年前，集团不知为何资金周转出了问题，商业企划不停泄露，核心研究所也起了一场无法熄灭的大火，无数资料被焚毁一旦。最后，这场混乱结束于董事长全家自焚而死，庞然大物一夜之间坍塌。如今是7年后，在当初听到这个杀手名字的时，我就感叹过，这真是个好名字。久别重逢，当是这感人戏码里重要的一环。我冲他笑了笑，说出了那句等待了许久的台词：好久不见，亲爱的希尔小少爷。我妈妈苏博士就曾就职于希尔集团的研究所，因此我们姐妹俩也一起在研究所长大。集团的少爷贪玩，常偷跑来研究所，时间久了，我们3个就成了好朋友。说是3个人，其实最亲近的只有2个。比起最像母亲，骨子里就带着疯劲儿的妹妹，少爷更喜欢表面温柔的姐姐。像所有狗血老套的感情戏一样，那2个人越走越近，妹妹开始嫉妒姐姐。姐妹发生了争执，互相厌恶着彼此，质问为何她们2人从样貌到喜好都如此的一致。至此，姐妹分道扬镳。这段陈年旧事，如今想来不过是导火索罢了。即使争夺目标消失，我们还是讨厌着对方。的确好久不见。希尔的声音把我从往事中拉了回来，我不再纠结过去。就如之前所说，我厌恶的那个女人已经躺在了地底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冲他甜美一笑，继续回归之前的问题：之前发生了什么？希尔的故事很简单，父母用一场大火换来了最喜爱的那个孩子新生。这个孩子为了调查，改头换面，加入了组织获取情报，最后得知一切的源头是布里奇制药集团，自己的组织更是集团手里的一把刀。于是他决心要报复。几日的蹲点，他带走了一份足以毁灭仇人的证据，并炸毁了组织是武器库。可以说，一个标准的复仇式男主。但这至少解决了一个我埋藏这么多年的小困惑，那就是为何当年的尸体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有问题。这个集团的专业水准可没那么差。我有个弟弟，只是他身体不好，大多时间都在卧床休养，父母就是用他替换了我活下去。双生子啊，我和姐姐也是呢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低头玩着他骨节分明的手指，随口问道：把证据交给警察吗？希尔也由着我，简单的说了一句：控制中心。懂了。上城区的控制中心拥有着最完善的扩音设备，同时连接着整个城市的网络数据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管理者们最爱发号施令的地方。希尔想借助这样的方式，将他想要的真相散播。方便说下是什么证据吗？自己看吧。他指了指那边的电脑，示意我随意翻阅，接着闭上眼，我缓一下伤势。我走到电脑前，点开，里面居然没有密码，不太符合他谨慎的性格。是早料到我会问，所以提前取消了吗？没有多想，我点开文件夹。第一份是一组照片，是某个实验室中的场景，无视里面触目惊心的人体图。我观察了一圈，在看到布里奇制药的图案后，基本确定这的确可以毁灭掉对方。毕竟后面还附有实验数据与下城区人口失踪案的信息，以及中城平民的人口交易，里面证据确凿。就算集团背后可能还会有人，那也保不下来，反而会被作为弃子舍弃掉。第二份是单独的一个文件夹，似乎上了锁。
我皱了皱眉，看到文件夹命名的是则熟悉的名字——生命之源计划。这曾是我妈妈还在希尔集团时的研究课题。她很乐意在饭桌上和我们姐妹讨论这些事，完全不在意我们后续还能不能吃得下饭。如今在这里看到这个名字，实在出乎意料。我开始疑惑，妈妈在希尔集团覆灭时，到底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？想起5年前她的死因，我垂下眼，转而点开其他的文件。看完全部，我内心感慨，希尔的确是个天才的家伙。这里面甚至有7年前组织收到的买凶杀人的记录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恢复的。我走到他跟前坐下，看着他瞬间睁开的眼，耸耸肩，看完了。全部的，你想要我看的都看过了。他看着我的目光有着探究，可很快就消失，转而点头道：行动在明天晚上，你准备好？需要我做什么？我并不意外这点，若是没有用处，这个苦大仇深的复仇者是不会冒险来救我的。即使过去我们曾是那段狗血故事里的主角，说到底，抛掉那些过往，我们也不过是绑匪与人质的关系。有个地方只有你才能打开，只有我能打开，应该和我妈妈有关吧。唉，她到底留了多少麻烦给我们姐妹呢？好，没多问，我转而问起她进入控制中心的计划。上城区作为这个城市的顶点，防守的力量不会弱，更何况是处于重要区域的控制中心。希尔进去都不可能全身而退，何况还要带我这样一个累赘。到时候下城区的人会配合我，你只需要换好衣服跟着我就够了。行吧，你有数就可以。他要选择隐瞒，那我也没必要细问，反正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我跟在希尔身后，彼此间保持着2步的距离，看着他那身臃肿的服装，忍不住想笑。虽然我也一样吧，但有个人同甘共苦，总归更有趣一点。我以为他会用更高端的手法潜入，没想到最后居然是扮成垃圾工。推着小推车，他突然恶狠狠地低声说了一句：不许笑。我没笑，我问心无愧。你心里笑了。我没表现出来。我继续狡辩。那也不行，太霸道可不好哦。他不回我了。这次我低声笑了起来。怎么还是这样，这么禁不住逗呢？小插曲过后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那片被监视的区域，那里的守卫更加完备。当然，主要还是科技手段。我很好奇，希尔要怎么躲过传说中的虹膜验证呢？这个男人的做法非常出乎我的预料。刚踏上这片区域，他就果断地扔出了个烟雾弹。我将保持清醒的药片含在嘴里，等烟雾散去后，希尔已经拖着一个工作人员扒开他的眼皮，打开门。怎么说呢？意外的暴力。暴力的后果就是这里混乱时，嗡鸣的警报器也跟着响了起来。我看着他欲言又止，他却推着我，语气冷淡的道：别发呆，你先去地图上给你的位置，我等会就到。我计算了下守卫到达的时间，点点头，不和他多磨蹭，小心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跑了过去。不得不说，这身清洁工服表面看着臃肿，实际却非常适合活动。我很快就跑到了之前行动中的计划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圆环，按了下去。这是希尔的科技小玩具，相当有趣，据说能远程报平安。也不知道是谁提供的，总不能他背后也有个某某博士吧。将这段无聊的想法抛去，我看着眼前的大门陷入沉思。我真的要等待吗？不出意外，这里应该就是他要我打开的地方。关于我妈妈所隐藏的东西，或许这里能够给我答案。其实没必要，本就无需犹豫什么。这不是我一直以来寻求的真相吗？抚摸上金属制的大门，我深吸口气，就这么直接推开。没有电子提示音，没有所谓繁杂的身份认证，仿佛他很早就知道有一天我会来到这里。当我进入的一瞬间，身后的大门也跟着关闭，接着一段悦耳的女声响了起来。小冉，或是小然。我呆愣在当场。那道女声好像没怎么在意的我答复，只是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不管怎么说，
应该也是你们其中之一吧？既然来到这儿，那就说明现实中的我应该已经死了，对吗？哈哈，不必为此难过。在我接受这项研究开始，我就注定会在某一天死亡，但我不会后悔，只要你们两个平安，妈妈怎么也不会后悔。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来研究所吗？你们姐妹俩同时喜欢上了一台亮银色的机器，都央着和我要，为此还吵了起来。等我烦了，想要收拾你们时，你们两个又不知道怎么的和好了。我当时想，大概这就是小孩子吧，情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为着你们和好，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你们两个小家伙。我的孩子，你想要知道的就在那里。女生停了下来，我还呆立在原地，眼角好像有什么在流。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。5年了，原来我这么想他的吗？妈妈。我沉默地站在那台机器前，与其说是机器，不如说更是一台大型的电脑。手指划过屏幕，启动后，它弹出了输入密码的页面。我轻松解开了它，不能说解，而是密码一直在我记忆深处，从未遗忘过。这是我们姐妹小时候一起决定的。我冷静地点开了桌面上唯一的文件夹，细细打量了许久。扫完所有文件，我又看向一旁的程序。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用处。就在这时，我怀里的小圆环开始发热。速度很快吗？我站在实验室的门口，笑吟吟地看着他。希尔神色冷淡，他已经脱了那身可笑的垃圾工服，露出里面的西装马甲与衬衫，还有空换衣服，真是个追求精致的家伙。没多少人，解决起来很容易。的确，主战力已经被引开，忙着平息下城区的叛乱。若非如此，我和希尔也不敢轻易进来。开门！他言简意赅的命令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开。他沉默了一下，指了指门边的按钮。指纹。我挑了挑眉，非常乖顺地按了上去，接着推开门。门自动打开。你果然厉害。我笑着夸赞他。希尔依旧冷着脸，示意我走在前面。我带着他走进屋，装作第一次进来的模样，左看右看，不亦乐乎。希尔注意到了那台设备，毕竟它亮银色的外观着实显眼。他快步走过去，启动，然后对着屏幕弹出的密码页面沉默。他转头看向我，密码。我耸耸肩，选择装傻，我不知道。他似乎信了我的鬼话，转而研究起别的东西。可在我刚走近时，尖利的刀锋就抵住了我的脖子。希尔绿色的眼睛冰冷地看着我，摸过屏幕上那抹遗留下的红色指甲油痕迹。你进来过？呀，失误了呢。别这么危险啊，希尔。我还是冲着他笑，语调轻柔。我是真的不知道。苏然，别再挑战我的耐心。怎么，你要杀了我吗？来，杀了我吧。我眨眨眼，刻意近了一步。他握刀的手抖了一下，默默后退一步。舍不得吗，亲爱的？我的语调依旧轻柔，向希尔伸出手，笑容越发放肆。那就陪我跳一曲圆舞曲好了。你又发什么疯？他皱起眉，盯着我。我歪了歪脑袋，决定增加一点筹码，乖一点，我就告诉你。希尔妥协了。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里，我与他踩着无声的舞步，不停旋转着。兴致浓时，我吻上他的唇，他一回吻了我。两个戴着假面的人鱼悬崖边共舞，交换着一个充斥血腥与利益的吻，肆意着互相索取那浅薄的温情，可笑又讽刺。舞曲结束，希尔没有再用刀指着我，或许觉得不需要。我优雅地拢了拢耳畔的长发，笑道：在我临死前，不解释些什么吗？他看着我，没有回话。唉，算了，我叹着气，摇头。那我来提问好了。从头到尾都是你导演的一场戏，对吗？为了证据和组织决裂是假的。受伤是故意的，主要为博取我的信任。绑架案也是你策划的。是的。绑架过后，顺势说出身世，并制定这个所谓的计划，对吗？不，
这也是我的目的之一。希尔沉默了下，解释道，而且关于身世的部分我没说谎。但你是假的，你不是他。希尔再次沉默。我扬了扬唇角，笑道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他，你们差得太多了。所谓双生子的故事，既然弟弟可以作为尸体替代哥哥，那反过来不也是可以的吗？反正病弱的小少爷，没什么人知道他的存在。你说的对，我是假的，但我没有错。希尔抬起头，那双眼睛里骤然染上凶狠。凭什么我就要乖乖替他而死？凭什么我父母会更喜欢他？就因为我不是他们心中完美的继承人吗？所以我杀死了他，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不会反抗的时候。事已至此，我的父母也只能按照原计划留下我了。至于他，一个死人，根本不会有人在意。希尔笑了起来，眼角眉梢都透着笑意，这让他看着更加危险。这个时候，我还有心情想，他笑起来真好看。这个我倒是能和你有点共同语言。我弯了弯眼，笑道，毕竟我也讨厌她，那个和我太过相似的女人。平复激动的情绪后，我们又恢复了之前的问答。在加入组织后，我母亲是你第二个目标，对吗？你用你手里的那把刀，亲手割断了她的喉咙，像我之前看到的那个可怜女人一样，把她的尸体吊在了树上。是。希尔答得没有犹豫，他是出卖集团的罪魁祸首，该被如此处刑。我知道。我点点头，这点我已经从先前文件中得知了答案。对此我也没有抱歉的意思，毕竟最开始是希尔集团先选择用我们姐妹做人质，威胁我们的母亲进行这项研究。所谓人体实验，是你们和布里奇制药一起合作的，如今被背叛，落得这个地步，不过咎由自取。希尔无话可说，对于这点他心里大概是明白的。我晃了晃脑袋，半靠在那台设备旁。希尔，你费了这么大一个力气，把我引到这里来，是想要得到什么呢？苏博士留下的生命之源计划成品数据，以及他盯着我的眼睛，彻底掌握这座城市的钥匙。钥匙？挑了挑眉，我好奇问着，你想让希尔集团回归主宰的地位？算是吧。懂了，这只是由头而已，真正只是为了他的野心。也是，这个男人从来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我的问题问完了，告诉我密码。某人不忘初心，我却笑得更开心了，故意逗他。我不想说怎么办，我有无数种方法让你开口。哎，何必呢？我别过头，好像不忍心似的，无辜的道，希尔，你觉得你还能动吗？你……他意识到了什么，软绵绵倒了下去。我转头，指尖摸过唇角，笑容妩媚。亲爱的，你不该接受一个下毒高手的吻，我那糟糕的做饭水准，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毒药玩多了。我优雅地走到希尔跟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这一局是你输了。躺在地上的男人脸色苍白，他没有慌乱，反而垂下眼，轻声道，我解答了你那么多问题，你至少也该告诉我点什么吧。又开始演戏了。但怎么说呢，我就是无法拒绝他露出这种脆弱的神情，实在是很诱人。想问什么呢，亲爱的？你是从哪里察觉到不对的？居然是这个问题。我思考了一阵，然后无奈地开口道，怎么说呢，你破绽太多了。哎，把人质带回家就算了，偏偏不绑着也不管，还各种出去浪到受伤，放心把自己最脆弱的姿态表现在人质面前。作为一个杀手，你的警惕性是不是有点太弱了？自信也得有个度好吧。这段确实有点过于牵强了。希尔点头，居然认真地接受了批评。还有后面的绑架更离谱了，那个叫叶宵的演技浮夸到爆炸，尽问点似是而非的问题来故意引起我的好奇，而且作为专业的黑帮组织，抓到人完全不搜身的。游戏就别提了，我们都知道筹码肯定最后死，至于良心谴责这种，难道你是什么正义之辈吗？尤其是他想要你拿走的东西，你在那拖时间情有可原，他拖个锤子，直接把你围起来一网打尽不就得了。哎，还有那俗套的爆炸，
俗套的英雄救美，俗套的久别重逢，俗套的复仇人设。我一脸恨铁不成钢地吐槽着，显然已经忍了太久。简而言之，你这出戏剧在我眼里非常拙劣，完全不合格。希尔又沉默了，我能看出他的表情非常古怪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转而问了另外一个问题：你到底是苏然还是苏然？好吧，这个在点子上。他和你相处时，你没发现不对吗？我笑眯眯地嘲讽了一句，又恍然改口：哦，我忘了，你也是假的，发现不了。我是苏然，死的是我妹妹苏然。她查清了关于你的一切，只是略输一筹，落入了你的圈套，最后还没等她提交证据，就死于你的刀下。也是因此暴露了我的存在，让你知道了还有一个人能打开我妈妈留下的东西。你应该很后悔，当时直接杀了她吧，用的还是和杀我妈妈一样的方式。我没能等到希尔回答，因为下一秒刀光向我袭来，我轻易地躲过了攻击，看着他再次摔到地上，嘲笑道：在等解毒药发挥作用吗？呵呵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会犯这种离谱的错误吧？反派死于话多的道理我很清楚，我只是在等毒发作而已。忘记说了，最开始的只是麻药。我眨眨眼，笑得非常愉快，珍惜物资，我省着用了哦。他的表情终于变了，如我所想象的那样，看着他崩溃，真的很可爱。这么想，希尔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杀手，他只是个野心家而已。我蹲下身体，捧住他的脸，注视着那双神采涣散的眼睛，放大的瞳孔里倒映着我的身影。希尔，我叫苏然，你要好好记住我的名字，这个杀死你的名字。这场我导演的戏剧以反派干掉主角收尾，是个悲剧，可喜可贺。取走了我想要的东西后，我将尸体拖到实验室之外的那个水池里，看着食人鱼涌上来撕咬着，鲜血染红了水面。不用好奇，这里本来就是希尔自己的地盘，有处刑鱼很正常。控制着设备，连上希尔的地下室，我打开那个所谓生命之源计划的上锁文件，里面一片空白。也是，本就是希尔拿来钓我的东西，能有多少含金量？不过对比妈妈留下的数据，我已经猜出这群人为了什么。长生，那群高高在上的人们从古至今的追求，为了这个引得他们趋之若鹜，不惜以旁人的生命为代价。很可笑，什么希尔集团、布里奇制药和背后的人都是一丘之貉罢了。我又看向那个程序，控制城市的钥匙。不，这是解除这个封闭城市的钥匙。强行分成3个阶级的地方，本来不该存在。冷笑着，我启动了程序。解放吧，这个可悲的黑暗中的城市也该见见阳光了。距离启动程序已经过去了3天，在那群人一手遮天下的肮脏城市，再也瞒不住，所有罪恶终于得到了曝光。我作为意外得到了证据的无辜人质，受到了秘密的嘉奖与表扬。我当然是无辜的，最初那群到公园的小年轻，可是都看到一个女人被杀人犯挟持了呢。听说会有新的高层来接管这里，我想未来总归是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我拎着一把黑色的雨伞，站在苏然的墓碑前，没有拿花，因为我知道他不喜欢花，我也不喜欢。当年葬礼上，并不是我慢了一步，而是我认出了改变容貌的希尔，认出了他是假的。我没能狠下心，所以苏然嘲笑着代替了我，用了我的身份去接近他，调查他，一切都是为了给妈妈报仇。我不想给他添乱，索性顺水推舟，和他换了身份。只是我最讨厌的，亲爱的妹妹，我们还未一起品尝复仇的喜悦，你怎么就死了呢？独留我一人在世上，真是对我的懦弱最残忍的惩罚了。如今我也只好用着你的名字，继续替你在这个世界走下去。愿有朝一日，我与你能在地狱中重逢。这天回家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和妹妹跟着妈妈去希尔集团的董事长家做客。
我不喜欢希尔集团的少爷，所以偷偷溜出来，甩掉仆人跑到花园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一个少年，那个和我讨厌的少爷一模一样的少年。他脸色苍白，微微垂着眼，看着有些脆弱无助，实在很符合我的胃口。我的原则一向是想要就去追，于是我跑到他跟前，笑眯眯的道：“你好呀，你的眼睛真漂亮。”他被我的出现吓了一跳，愣了半晌，才结结巴巴的道：“啊，谢谢，我是苏冉，我喜欢你哦。”他睁大眼，那双好看的绿眼睛盛满了错愕，只是一瞬又化作了温和。少年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也喜欢你。”这个梦境太过美好，以至于我花了好久才从梦中醒来。我歪头看向摆在床头柜边瓶子，里面一对绿色的眼珠正注视着我。将瓶子握在手里，放于唇边亲吻。我笑着，眼里是深深的痴迷。“亲爱的，你属于我了。”全文完。